这是国史中死得最惨烈的5位忠臣名将，他们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，最终却是被剖腹挖心，落得个一灭3族甚至9族的下场。这5人分别是谁呢？他们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？首先我们来说说比干。比干是商朝时期的人，他是贵族商王文丁的儿子，自小聪慧过人，尤为好学，在20岁的年纪便当上太师，辅佐帝乙。随后呢，又成为帝辛，也就是商纣王在位时期的重臣。在他工作的40年里，比干可谓是兢兢业业，不仅减轻百姓的赋税徭役，还比较推崇发展农牧业，而且他还提倡冶炼铸造，从而富国强兵。从辈分上来说呢，他算得上是商纣王的叔叔，理应受到商纣王的爱戴。但是商纣王是一个昏庸残暴的人，对于这位叔叔兼重臣的人物根本没有放在眼中。比干忧心国事，多次劝谏商纣王，商纣王把他的话当成耳旁风。后来商纣王因为好奇比干的心脏是不是蹊跷的，从而命人剖其心脏。比干死后，他的妻子已经怀有3个月的身孕，因为害怕被商纣王下毒手，收拾包袱逃出了朝歌，在长林，也就是如今的河南省淇县石室里边生下了一个男丁，取名叫权。在周武王伐纣后，天下恢复了往昔的安定。周武王派人四处寻找比干的后人，得知比干的孩子在长宁，于是赐周武王为林姓，改名叫坚。林坚自此成为林氏的始祖，比干则是太始祖。他们的后人在如今的各行各业有着显著的成绩。第二个被残忍杀害的是李斯。李斯年轻的时候当过掌管文书的小吏，但他是一个有野心抱负的人，立志要闯出一片天地，于是毅然决然地辞去小吏的官职，到齐国去留学。他十分的幸运，拜在了荀子的门下。荀子的思想很接近法家，比较爱研究如何治理国家，也就是所谓的帝王之术。李斯学有小成后，对各国事态进行了分析，最终决定前往发展潜力很大的秦国，而后成为了秦王的左右手。在他为秦王效力期间，李斯提出了离间各国君臣的计谋，还提出了先灭韩国，从而震慑他国的策略。也是他让秦王带人带着金银珠宝去收买其他国家的大臣侯王，而且也确实起到了效果。因此李斯在秦国受到秦王的重视。当秦王统一天下后，李斯功不可没，但是秦王去世后，他的好日子也就走到头了。秦国有治国之才的李斯是怎么死的呢？秦始皇病死沙丘后，宦官赵高胁迫李斯篡改了秦始皇的传位诏书，谋杀了公子扶苏，让胡亥当上了皇帝，史称秦二世。秦二世当上皇帝后，暴政不断，加重百姓的赋税徭役，还想要修好阿房宫，将天下推入了痛苦的深渊。在当时，民间对于秦朝的统治已经是十分不满了。为了国家的稳定，李斯同其他大臣前去劝说减轻百姓的赋税徭役，秦二世根本不理会，依旧同宫女们饮酒作乐。等他回寝宫后，李斯等人的奏折被太监送来，胡亥尤为恼怒，将李斯等人逮捕入狱。李斯在狱中依旧还大胆地上书，可惜所有劝谏都被赵高扣留了下来。赵高还借此机会诬陷李斯和儿子李由谋反，将其严刑拷打，进行逼供。李斯最终只能被迫承认谋反之罪，随即被残忍的杀害，还被一灭3族。而李由呢，仍然领兵在外，不久同项羽、刘邦在雍丘对决，结果牺牲在了战场上。第3个死得凄惨的是岳飞。岳飞会死，在历史记载当中，是因为宋金议和，当时岳飞主张攻打，而秦桧跟他持有相反的态度，最终联合张俊等人陷害岳飞谋反。宋朝一代名将自此被捕入狱。
同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一起被杀害。其实岳飞会死同高高在上的皇帝宋高宗离不开关系，他很怕岳飞迎回被囚禁的父皇宋徽宗以及哥哥宋钦宗，到时候就坐不稳皇位了。同时呢，他也忌惮手握兵权的岳飞。自宋朝建国以来，对武将抱有极为严重的忌惮之心，他将岳家军看在眼里，心里面早就动了除掉的念头，以至于在秦桧等人陷害岳飞时，他不仅没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还顺水推舟将其杀害。可怜岳飞为宋朝抛头颅洒热血，最终却被戴上逆贼的帽子死去，简直太憋屈了。第4位是晁错，一位被腰斩而亡的名臣。说起他的名字，大家可能不熟悉，实际上呢，他是汉朝时期汉景帝的臣子，也就是处于文景之治时期的大背景下。当时藩王有着极为强大的势力，他却勇敢地站出来向汉景帝提出削藩，从而加强中央集权的建议。这样的建议传入诸侯王的耳中，他们有了忌惮之心。为了杀鸡儆猴，诸侯们打着清君侧的名义联名上书，要求杀死晁错。汉景帝皇权根本不稳，在无计可施之下，只能将其腰斩。可怜的晁错恐怕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杀，而且他的全家都惨遭灭族，尸体被丢到了菜市口，无人收敛。明朝最值得钦佩的文学家当属方孝孺了。他虽是一介书生，却有一身不甘屈服于皇权的傲骨。那么他最终下场到底多凄惨呢？方孝孺在本文是最后一位结局惨烈的名臣，他是明代出了名的文学家、思想家以及学者，自幼聪明好学，才智过人，长大后更是拜了大儒宋濂为师，是同辈人所敬仰的对象。洪武31年，明太祖去世，惠帝朱允文登上皇位。方孝孺回到京都，先后担任了翰林侍讲及翰林学士，在朝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然而这一切在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变了。惠帝朱允文派兵展开北伐大业时，讨伐燕王的诏书便出自于方孝孺的手。后来惠帝朱允文放火消失于众人视野，朱棣顺利进京后，朝中文武百官纷纷见风使舵，归附于他。方孝孺却不愿意投降，最终被关入了大牢。方孝孺为什么不愿意归顺朱棣呢？其一是因为他当过惠帝朱允文的老师，对惠帝忠诚不一；其二是他不认同朱棣以谋反行径拿下皇位，在他看来，这不符合先帝的遗愿，也不符合明朝立继承人的制度。后来朱棣登基需要德高望重的朝中旧臣站出来拟定诏书，所有官员推荐方孝孺。朱棣心中呢，虽然不满他，但是为了让自己得来的皇位更名正言顺一些，也就将人放了出来。谁知道方孝孺来到大殿时，竟然身穿校服大哭起来，还当众质问朱棣惠帝去了哪里。朱棣强忍发怒的样子，表示想效仿周公辅佐成王，至于自己的家事，希望方孝孺不要管。接着还派侍从把笔递给了方孝孺，让他写下诏书。方孝孺拿过后，当即奋笔疾书，写下阉贼篡位4个大字，从而表示自己坚决不会为他效命的决定。朱棣恼羞成怒，威胁方孝孺不写就灭了他9族。方孝孺丝毫没有恐惧，直接将笔扔在地上，还说灭10族他都不会屈服。朱棣顿时气得脸红脖子粗，他看着四周纷纷缩头假装当聋子的大臣，派人将其再次押入大牢。此后每一天，朱棣都会让人带方孝孺的家人去大牢中，当着方孝孺的面杀掉其家人。等方孝孺的亲人全部死去，将其处死。在中国5000年历史中，有很多忠臣名将或因帝王忌惮，或者耿直性格，说话得罪小人等，从而走上一条绝路，甚至还让家人牵连其中，饱受折磨。
但如果再给他们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想必他们依旧会为了自己的信仰，为自己的国家奉献一切吧。